This is the all-new Kia EV6。从2022到2023年这2年里面，所有从外国进口的 BEV 纯电动车都不需要被征收 Excise Duty 和 Import Duty， 甚至连 Road Tax 连路税都不用给。所以这个从韩国整装进口的 Kia EV6， 它的售价只要300,668發，300,668块。然后它这个是 Long Range Model 啊，它是 Kia EV6 Long Range GT Line All-Wheel Drive，OK， 就是一个 Full Spec 到不能够再 Full Spec 的车子。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就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Subscribe，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 电动车虽然也是车，跟汽车也是一样有4个轮。可是我介绍了这么多电动车之后呢，我发现我不能够再用介绍传统燃油车的方式来介绍电动车，因为虽然它们都是4个轮子的交通工具，可是电动车跟汽油车有着很多根本上的差异。OK， 就是它们是相同的类型，可是已经是不同的物种了。所以一般上当我们在讲汽油引擎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在意它的马力，它的扭力 ，OK， 它多少 CC， 它多少粒 piston， 它是3个 piston、4个 piston、6个 piston， 它是 CVT， 它是 dual clutch 还是它是 torque converter 等等，它是5速、6速、7速、8速、9速、10速。可是来到电动车，大部分的电动车都只有1个 speed， 只有 Taycan 有2个 speed 啦。所以当我们在介绍一台电动车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EV range 它可以走多远。在充满电的情况下，以这个 Kia EV6 为例啊，你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走506公里，把这个是 official claim 啦 ，but claim is a claim 啦。但是好像我刚才拿到这辆车子的时候，我start 车，它这边就写可以走443公里这样子啦。这个是根据上一个驾这辆车子的人的 consumption 得出来的结果。然后当你如果打开 Aircon 过后，它大概会少30个 kilometer。然后如果你开 Aircon， 你的冷气的度数越冷，比如16、17度，它的里数就会跌。那如果你的冷气去到25、26、27，它里数又会再加回来。所以空调、冷气系统对电池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耗电量啊。为什么我说马力扭力不重要呢？因为我试驾过的电动车，基本上它们都是有 instant torque， 就是不需要燃烧，不需要进气，你随便一点油。By the way，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全部是人工合成、人工制造的。在 BMW 这个东西叫 Iconic Sound Electric， 在 Kia 这个东西叫 Active Sound Design。那你可以选择 Stylish。OK， 你也可以选择 Dynamic， 你也可以选择 Cyber。那我这个是已经去到 Custom Setting 了 ，OK， 所以我可以主动的选择 Master Volume。那一般上，如果你不要选择这个，你用它的这个 Preset， Easy 不按那多下呀，你看，只有当你很重的 Acceleration， 它才会给你很大声，因为为了方便收音嘛，我在拍影片，所以我就特别去到 Custom Sound 把它调到很大，所以它不只是给你这个 Active Sound Design， 它还给你可以自己去 Customize 这个东西。我在 BMW 没有看过，我在 Porsche 也没有看过啦，可能有，不过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Kia 真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它给到很彻底，而且它这个 Active Sound Design 它不是怎么讲，它不只是 software 而已，它还要依靠它强大的 hardware。像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Kia EV6 呢，它就采用了14个 speaker 的 Meridian 音响系统。那 Meridian 是一个英国品牌，我最早在应该是 Land Rover 的 Range Rover Vela看到 Meridian 的音响啦，所以它也是一个可以媲美Bowers & Wilkins 这种高级的音响了。所以你看，完全就是一个听觉盛宴。后面没有车够。Go! Holy! 哇！你知道这个 Kia EV6 啊，
这台啦，它的重量是2105 kg。这个强大的605 Nm 让到这个2105的 Kia EV6 在起步加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1500公斤的车这样子吧。就它用 Instant Torque， 它用瞬间扭力去抵消掉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车重。但你说2100多公斤是很合理的，因为电动车基本上都是会比汽油车重一个300到500公斤。可是我们说相同尺寸相近的 BMW iX 呢的重量大概是2400到2500公斤，所以它2100公斤其实算是蛮轻了的。因为 Kia EV6 和 BMW iX 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有一个本质上根本上的差异，就是 platform 他们采用的平台。因为 BMW iX 呢，它是基于改良版过后的 CLAR， 就是 X5、X3、X7 用的那个 CLAR， 他们在那个基础上再去加电动马达、加锂离子电池等等。可是 Kia EV6 啊，它用的这个 eGMP 平台就是一个 EV Dedicated Platform。那虽然我过去试驾了很多电动车，可是我很少有试到是为 EV 车专门开发的平台。那第一个我试到的就是 Porsche Taycan， 还有奥迪 e-tron GT 还没有试到啦。我要讲的是 Taycan 用的那个是 J1 Platform， 是一个专门为电动车设计的平台。所以过后其他的 Mercedes、EQS 也是哦，EQS 也算了。所以这个 eGMP 呢，除了 EV6 用之外 ，Hyundai Ioniq 5还有 Genesis 的 GV60 也是用这个平台。所以这个声音真的是太吵了，我回去标准了。我该坦白讲，我该把它开到 Master Volume 20啊，我有点头晕啊，因为太 too much 了啊。我们回到它的动力啊 ，OK， 它这辆车子是有320个 horsepower 和605 Nm， 但是呢，在一般上，如果你不是起步加速，或者你去到 Sport Mode， 哇，狠狠的踩下你的油门踏板，它都是处于一个 Rear Wheel Drive。所以在原厂的 spec sheet 啊，它特别分出来跟你讲说，前轮的马力扭力，后轮的马力扭力。所以如果以后轮呢，好像比如讲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轻轻点油门，循序渐进，完全是由后轮主导 ，100% 是一辆后轮驱动的车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有250 horsepower 和350 Nm， 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它就好像一个330i， 一个 2.0 四气缸 turbo 引擎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除非你大力踩油门，大力踩啊踩，它就会4个轮子都是平均分配啦 ，OK， 就是25、25、25、25，就是 full blast 这样子给它去到完了。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轴距了，因为这种 EV Dedicated Platform 啊，目前来讲啊，都蛮长的，好像这辆车子轴距就2900啊。CSA 跟 CS9 是2930啦，所以2900 mm 如果放坐在汽油车来讲，它已经可以是一个7人座、8人座的 SUV 了啦。可是这辆 EV6 呢，它就是一个5人座的D segment SUV 这样子的感觉啦。所以其实它也，我觉得它也，我不觉得它是一辆 SUV 啦，它是一个 crossover 啦，因为它的minimum ground clearance 啊，它的车身离地间隙只有160 mm。你看啊 ，CX5 是180，CX6 是200，CX3 是220 mm， 所以160，你要叫它 SUV 吗？虽然它有 Stone Mode， 它有4轮驱动，可是你要当它是一辆 Off-roader 吗？因为你知道这种平台哈，他们的电池是平铺在车子底部的，虽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加强处理，很多的防刮啊等等，但是它还是不是这么适合拿来越野啦，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怎么讲？好像 EQS 这样子咯 ，crossover 咯，简单来讲。所以我在这一条Cyber Putra Jaya 的 LDB 段呢，我觉得我很 surprise 的是它的 suspension 啊，因为它后面用的是 5 link 的这个multi link 的多连杆悬挂，所以即便它的车身很重，轮胎很大条，可是啊，你看很舒服。我希望有人可以载我，可以坐在后面啦吧。我目前自己这样驾来讲，我觉得它比我之前驾过的这个 size 的 SUV 都还要来得舒服，真的。我终于明白，坦白讲啊，这辆车来到马来西亚有点迟了啦。你看国外的 test drive video 都是大概1年前、1年半前了。
当然，我介绍这辆车之前，我有看很多国外的试驾、报告等等，所以我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就很多人都讲这个 EV6，我们就撇开它拿什么Red Dot Design Award、Best of the Best 红点设计大奖什么 European Car of the Year， 我们就撇开这些奖项不要谈。因为有时候，比如讲一部电影它获得了奥斯卡什么金像奖，可是你去看那部电影，它可能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看啦。因为得奖电影不代表好看，它可能很闷，它可能很轻，它可能不懂在拍什么。可是我告诉你，这辆 Kia EV6 呢，真的是实至名归。不管在视觉上，它的外面、里面的质感，它的 spec， 它的加速感，它的减速感，它的刹车感 ，OK， 它的Sport Mode， 菜。它的隔音，其实今天这集主要的重点就是用它来跟 BMW iX 和iX Sport 做一个比较啦。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观众或者一些朋友，他们要买电动车嘛，然后有些是现在已经是电动车的车主了。So，这个 BMW iX 啊，因为以这个 Kia EV6 GT Line All-Wheel Drive 的 spec 来讲啊，它卖300,668块嘛，300,668还是688啦。然后其实它的 spec 对标的已经是 BMW iX Sport 了 ，OK， 还是 iX X-Drive 40 Sport， 但是那个40 Sport 呢，它卖到425,800块，就让到这辆车子呢，它在 spec、电池、行驶里程，还有它的各种东西的规格都好过 iX Sport 的情况下，它比 iX Sport 还便宜了120多千这样子，所以是一个acceleration 对你来讲真的就是要跟不要罢了。Okay, go。那你看到旁边有车来，你要马上pick up 它的 speed 嘛？因为有时候你从 slow lane 你要去到 fast lane 的时候真的是一下就来了的。你知道汽车品牌他们有自己的 reputation 的 ，OK， 他们有自己的 fans boy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讲？有自己的 community 啦。可是呢，来到电动车有时候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品牌情节的依赖是没有像以前这么重了的。打个比方，像 Tesla 就是像 Apple 一般的存在啦。OK， 说买 Tesla 的人，他们不在乎 Tesla 之前有没有出过 V12， 有没有出过 V8， 有没有出过 V6， 他们不在乎。OK， 你看过弯，哇，有点怕，还是很重。But， 哇 ，My God， 够 sport 了。哇！我之前在驾Nissan Serena 的时候，我说你驾 Serena 你就像驾这一个 MRT 这样嘛，就是 MRT 嘛，你不可能什么这样的嘛，不我讲嘛。但是驾这个 EV6 你好像在驾这 High Speed Train Bullet Train 子弹火车，砰一声没有砰就咻一声就走了。OK， 讲回那个 BMW 的事情呢。很多人他们买 Tesla 恰恰就是因为 Tesla 是一张白纸，万丈高楼平地起，它是一张白纸，从零开始画出来的一个电动车，有点 concept car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它不再有那些品牌的品牌包袱 ，OK，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没有，它就是横空出世这样子的感觉横空出世是一个关键词。关键成语啦，所以这个 EV6 呢，它用的是 eGMP 平台嘛，它是 EV Dedicated Platform， 而且它是800V 的 EV Platform。目前来讲，这个汽车市场上只有 Porsche、Audi，OK， 还有 Kia， 他们用的是800V 的系统。目前来讲截至2022、2023来讲 ，BMW、Mercedes、Volvo， 你想得到的啦，他们都是400V而已。800V 肯定好过400V，因为它的电量更大，然后它的这个铜线更加的轻，更加的短，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然后如果你的充电器的这个
充电量大，它的充电时间也会再缩短，然后同样的 battery size， 它能够走的里程也会比400V 的来得多。那我那天去德国 BMW 说他们2025年之后会推出一个 Neue Klasse， 所以2025年开始 BMW 才会走800V， 所以 Kia 已经早就丢钱去研究这个800V 的系统了，所以它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们说同样的 EV platform， 就是我们来到电动车，虽然 BMW 过去有很多辉煌的历史，但是来到这边呢，大家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点，因为 OK， 你从燃油车那边得到的经验，有时候并不是这么有用的，因为这种 platform 他们叫 skateboard 啊。OK， 它没有搭那了的 ，OK， 它不用再留空间给这个 exhaust pipe， 它不用再留空间给这个传统的油箱啊 fuel tank， 不用了 ，OK， 它就是能够，它电池也不用切，因为你中间有搭那，你电池要切到8/4，总之是切到很多小块这样子啦，它就不用，它就一搞电池放在那边，然后也可以增加地板的空间、乘坐的空间、行李箱空间，甚至是驾驶的空间 ，leg room、elbow room、shoulder room、whatever room， 它都是比那一种油改电的平台来得好。所以 Kia EV6 呢，你说它很有力吗？哪一辆电动车是没有力的？你说它很好看吗？真的是很好看啦 ，OK。但是电动车都会比汽油车来的激进，来的 futuristic，OK， 所以它的 futuristic 是不用去质疑它的 ，OK。现在是没有人，我去 Sport Mode， 然后我们去 Custom Sound， OK， 我们就satu tambah buat dua tambah rehat， 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去 Dynamic， OK， 没有车，去玩 Go。Break， 哇。Styling Go， 哇，晕了你的头，哇，那个 G-force 啊，你的 human body 要去怎么讲？要去吸收那个 G-force 啊，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讲啦，在电动车的人没有人会这样踩的啦。我访问过太多别人这种 EV 的车主了，因为我们试车嘛 ，I have to show you， you know，show you，show me the money。Show me your muscle， 没有必要啦，真的，因为驾电动车的 mindset 就是 range，EV range，OK， 你的这个续航里程非常重要，所以你没有事你不能乱踩的，因为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拖延你到充电桩的时间，真的。所以有没有力这个东西，除非有人挑衅你，除非有人激怒你，除非有人撩你，你才会去还以颜色，不然在大部分情况下，驾电动车的人就是乖乖驾饱的啊，乖乖 as 你去到 Eco Mode，OK， 然后 Aircon 不要调到17度，17度很吃电的 ，OK， 很耗电的，我们就调到22、23这样子就可以了，只要不要流汗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尽一切可能，在你的油门、在你的音响、在你的 Aircon 各个方面，你的驾驶习惯去。甚至有些人会启动这个 One Panel Mode， 这个能量回收系统去延长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啦。So EV6 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强调它有多淡定、多稳、多有力、多好驾了。没有，我觉得剩下会影响你买这辆车子的一些 X factor 呢，就是它的不是 on paper 的东西，懂吗？不是那些。horsepower Newton meter， 它的 battery size whatever， 是它给人的一种形象、一种感觉。因为你都要买电动车的，既然你都可以接受 Tesla 了 ，right， 一个没有燃油车背景的公司 ，but why not 接受一辆 Kia？ 而且 Kia 在各个方面都证明了，来到这个领域来到这个战场，没有什么日本车、韩国车、德国车了。相信我 ，no such thing 啊 ，OK， 只要你丢的钱够多。你够专心，你挖角的人够专业，真的300千 EV6 425千 iX Sport， 如果你没有 BMW 的情节，EV6 哇，真的是另外一个层次 ，OK。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Kia EV6 的时候，是我从瑞士去德国吃午餐的时候，我在德国的 Freiburg im Breisgau 那个地方，在街头上。在 car park 里面一直会看到 Kia EV6，
你知道在德国看到一辆 Kia 是一个蛮奇怪的体验的，因为你知道德国 majority 都是 Volkswagen、Mercedes、Audi、BMW 这些德系品牌的车子，可是 Kia 这个韩国品牌的电动车在德国的街头是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啊，不是 Munich 啊 ，Munich 只有 Audi 跟 BMW 吧。所以我在德国第一次看到 Kia EV6 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很突兀啊，它很奇怪啊，它走在路上，它在car park，你不会看到有一辆跟它长得相似的车的。你知道现在很多车设计出来都会讲啊，它像它，它超它，它超它。没有，虽然你讲什么这个贯穿式 LED 车尾灯，很多人都在用 ，Porsche 也在用，可是 Kia 设计出来呢，它不只是灯光饰条罢了，它是整体的 shape 啊，它的整个形状，它的整个姿态，它很大辆，轴距很长，可是它又很低哦，所以它像一辆 SUV 吗？又不像一辆 SUV， 它像 hatchback 吗？它又不像 hatchback， 它像 fastback 吗？又有一点，所以讲不好听叫四不像，但讲好听叫 futuristic， 很有未来感，就不是现在2021、2022年会街头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 look 啦。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子经常我每次做结尾的时候都会讲啊，我们先来分享一些值得购买跟不值得购买它的原因。But 据我所知，这辆车子在全世界是要抢订单的。我没有记错，马来西亚的代理是跟韩国原厂讨啊，就是不要再用球这个字啦。我的意思是，我们论它的 battery 大小、续航里程、音响系统里面的做工用料、质感、空间大小，还有整体的姿态、轮胎大小等等，它完全是不会输给 BMW iX Sport 的，就是那个卖425,800块的。所以你用300多千可以买到420多千的这个东西，真的你不能去嫌它了。如果你真的要嫌，就是你还抱有以前那种思维啊 ，Kia 韩国车、泡菜车，用你这种很多的 stereotype 去 judge 它啦。But 相信我，你看到它，你驾了过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这辆车子一来到马来西亚，那些消费者要去抢、要去等啊那个 booking。所以毫无疑问的，它不只是在2020到2022年，它对未来5年、10年以后电动车的发展都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让所有人在要推出这种 flagship 的电动车之前，都会看一看 EV6 到底 EV6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到底 EV6 为什么会拿下这么多的大奖，它凭什么？是它很有力吗？是它很好看吗？是它的电子系统吗？还是它的技术含量？都有。所以喜欢今天这集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也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电动车，还是关于 EV6 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切入点，你可以告诉我，我就想办法再跟他们 request 多一次，再把这个 EV6 给取出来。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燃油车前面要预留很多的空间给引擎。变速箱，然后在车子中间这个地方呢，它要留很多的位给 piping 啊 ，exhaust pipe 啊，有些是 gearbox 啦，传动轴啊等等。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些东西啊 ，OK， 它是由前面电动马达驱动前轴，后面电动马达驱动后轴，相当的 independent， 相当的独立，而且下面没有管道了嘛，所以你看它的中控台就可以采用这种悬浮式的设计，就是 floating 的armrest。